间是场震撼，从此后我心里被你填满。狂风中，暴雨里，心心相印，迎着风，迎着雨，笑容灿烂。奔向你，让我们策马奔腾；奔向你，让我们踏遍红尘；奔向你，让我们紧紧相随；奔向你，让我们挥洒青春。这场爱强烈到天崩地裂，这场爱简直是轰轰烈烈。不管他人世间几人能见，我和你共始终，此情不灭。也曾经让你哭，陪你流泪，转眼间你用爱把我包围。为了你，我可以放弃一切，为了你走天涯，始终不悔。强烈到天崩地裂，这场爱简直是轰轰烈烈。不管他人世间几人能见，我和你共始终，此情不灭。你们四大才子今天是要演《西游记》啊！小凳子是猪八戒，小桌子是孙悟空，小虫子是风声，那小蚊子就是唐僧啊！看，小姐，今天四大才子可是有备而来，我们有好戏可看了。紫薇仙女，四大才子为了庆祝你身体康复，特地安排了这场表演呢。我们这些美女呀，也有眼福了，跟着一起欣赏。原来他这么有心，这说不定啊，就是小凳子这文学天才想出来的点子。这师傅要问是这儿有妖怪吗？我就说这儿有妖怪。要问这是什么山呢？我就说这是石头山。要问这是什么洞？我就说这是石头洞。要问这是什么门呢？我就说这是丁丁田野门。如果问里边有多远呢？我就说入内有3层。若再问这门上钉子有多少，我就说我老猪心忙记不清。好，就这么办。我先在这儿睡他一觉再说吧。这个死猪就知道你会偷懒，居然在这编谎话骗师傅，看我怎么整你！我变，我变成一只铁嘴的啄木鸟。变，铁嘴尖尖啄木鸟，你不会入戏太深了吧？叫你演你就演，快！好。挥，哎，别捉我，鸡皮能让我悟净啊，悟空说要跟踪八戒，到底是回来没有？乖龙地洞，我真担心这泼猴又欺负师弟了。
现在是唐三藏，不要再夸夸攻击动了，行吗？这是我的口头禅，没办法呀。谁叫你们让我小蚊子演唐三藏的？既然让我小蚊子演，就要演我小蚊子特色的唐三藏啊。要不，你来演。我又要演分身，又要演沙和尚，还要演唐三藏。你以为我三头六臂啊？你以为我是那个孙悟空，能随便拔根毫毛就能变？我的蹦嘚儿呱不兮兮的两位徒弟回来了。呆子，你来告诉师傅，你去寻的什么山？你别揪我耳朵，疼啊！我去寻的石头山。还石头山？我来替你说吧。什么洞？石头洞。什么门？钉钉铁引门。里面有多远？入内是3层。门上有多少钉？就说我老朱是记不清，是不是？师兄，你又没去，你怎么知道的？哎呀，是你变成苍蝇，变成啄木鸟。哎呀，我又着了你这臭猴子道了。哎呀，猪八戒！嘿，你竟骂我臭猴子！我今天非得打了你的猪鼻子！啊！我的猪鼻子，我的猪鼻子！哼，我是金角大王！哇！哈哈！我的，看我的七星剑！我要把你们这群和尚统统抓起来，吃了，长生不老！哈哈哈哈！就是唐僧对吧？我也不用真的不用煮的，我就先吃好了。乖乖的激动！这小燕子一加入啊，就叫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。这样四大才子全部都栽了，放在什么薯条大王身上了。你们这是在干什么？四大才子怎么了？紫薇，气色和好，完全好了吗？我好的不得了，咱们这4大才子啊，被小燕子这妖怪打得落花流水。我小燕子就是行家一出手，叫这有没有？看样子啊，我们今天又错过一场好戏呢。好了，别玩了，我们要赶快开个会，研究一下如何迎接太后。迎接太后，迎接太后还要开会？就是为了你才要开会呢。好了好了，咱们大家赶快进屋去吧。明天5时，老佛爷就要回宫了。你们4大会来的正好，赶快来品尝一下我和小燕子新研究出来的巧克力点心。巧克力点心？是啊，好吃的不得了。我们把莲蓉糕、豌豆黄、千层酥、银丝卷全都加了巧克力，好吃到无法形容呢。对。啊，以后啊，如果这个巧克力点心在你们国外流传起来了的话，你一定要说是中国《还珠格格》发明的。是。快！ It's amazing. It's delicious. 好吃啊！真没想过巧克力还可以这样吃。我们那大不列列国真笨，输给中国的《还珠格格》了。不但好吃，而且好看。不过小燕子，这一定是紫薇做的，你顶多负责搅拌一下材料吧。尔康，你不要那么护着紫薇，这也太明显了吧？发明人一定是小燕子，实行人一定是紫薇。吴阿哥，你也没必要这么明显吧？你们4个是在说我不行，紫薇才行是吗？好吧，反正我本来就不如紫薇嘛。我是假的，她是真的，这仿冒品跟真的怎么能比呢？是吧？好了，言归正传，你们4个不是来开会吗？明天老佛爷回来，好像宫里的人都很紧张的样子。听说迎接的场面会非常盛大，是吗？非常盛大，到时候皇阿玛会带着文武百官站在第1排，我们这些阿哥、亲王和皇亲国戚会站在第2排，3宫6院的72嫔妃和那些女眷会站在第3排。小燕子，到时候
你就是第3排。那么后面，我要站第1排的。那不是你想怎样就怎样的，到时候还会有1000人的卫队，由我跟鄂敏带队，站在太和殿的2侧，旁边还有马队和仪仗队。马队和仪仗队。哇，老佛爷进宫这么神气啊！好想看看那个场面。哎，那我站在第3排，我看得到马队和仪仗队吗？看得到老佛爷进宫的情形吗？这正是我们要告诉你的重点。老佛爷是一个很保守、很注重规矩和仪态的人，所以你绝对不能够东张西望，站的不能比别人高，要下跪的时候一定要把身子扶得低低的。最好不要让老佛爷发现你。为什么呀？你们觉得我见不得人是不是？你们想把我藏在人堆里啊？难道老佛爷不知道这宫里已经多了一个我了吗？老佛爷当然知道，已经多了一个你啊。可是他现在还不认识你，还没有了解你的优点。你呀，要慢慢让他认识你，慢慢发现你的优点。为什么呀？如果第1天老佛爷就发现了我的优点，那不是省了好多事儿？小燕子，那很难啊。那天在现场的人最起码有2000人，我额娘于妃也要跟老佛爷一起回宫。那一天我要一起去迎接我额娘，我没办法照顾你啊。我又不需要照顾，我站在队伍里还要照顾吗？你们中国规矩确实太多了，迎接一个太后，又要下跪又要磕头的。其实那么多人在广场里，多一个少一个都看不到啊。可是规矩还是要人人到齐。在我们国家，我们喜欢给人家 surprise， 迎接别人回家的时候，会突然出现，让对方想不到，带来意外的惊喜。原来你们带给别人惊喜叫杀不死啊，杀不死。Surprise 不是什么杀不死啊，发音要正确啊。Surprise 就是惊喜的意思，我们就喜欢给人家 surprise， 想不到才会又惊又喜啊。有的时候我们还会送一些特别的礼物，在对方想象不到的时候就会送啊，还会大喊 surprise。surprise。皇上驾到！皇上陛下，这书房斋还真热闹啊！回皇上，我们正在给《还珠格格》上课，告诉他一些明天迎接老佛爷应该注意的礼仪。啊，朕也是为了此事前来的。尔康、永琪啊，你们不必费心了。朕和令妃娘娘商量了一下，觉得小燕子啊，明天可以不必去迎接老佛爷，等老佛爷进了慈宁宫，小燕子再去请安就可以了。这太和殿广场人多，朕特许小燕子不必参加。谢皇阿玛特许。明天我会把自己蒙在被子里，一根头发都不露出来，躲在房间里，绝对不让皇阿玛丢脸。皇上，您的顾虑都是对的，格格那儿我会安慰的。等过了明天，他一定会忘记了。什么跟什么嘛！四大护卫先来上课，皇阿玛再来进组，根本就是看不起我。哎，为什么我就不能在第一天让别人发现我优点呢？小燕子，你看我帮你准备了什么？这是什么呀？这个是巧克力点心，我把它这么一摆，上面再放上紫葡萄，边上缀上花瓣，又好吃又好看。我给它取了一个名字啊，叫紫气东来，是祥瑞的意思。
紫薇，你真好，知道我心情不好，还给我送点心来吃。哎，小燕子，这个不是给你吃的，是拿来给你送礼的。哦，皇上不是说老佛爷啊马上就要进慈宁宫，你就要去请安吗？你把这个带去啊，一定是一个 surprise。是啊，吃了这个巧克力点心，老佛爷一定会甜到心里去的。就连皇阿玛都说这巧克力是人间美味。对呀，你想，老佛爷累了一天，晚上吃到你带的紫气东来，一定会很开心的。对，紫气东来，surprise。有一个姑娘，她有一些任性，她还有一些嚣张。有一个姑娘，她有一些叛逆，她还有一些疯狂。这么壮观啊！还好我溜来了，错过这样的场面，我小燕子会终身遗憾的。说说小谎，反正闲着也是闲着。有一个姑娘，她你不要给我漏气啊！我要给老佛爷一个惊喜的。是，还珠格格。等到老佛爷走过来，我就迎上前去，送上我的紫气东来，告诉他我就是还珠格格，为他送紫气东来的小燕子。看他那么慈祥的样子，一定会喜欢的不得了。皇额娘，儿子没有到宫外去迎接，实在不孝极了。哼，皇帝说哪儿的话？你国事够忙的，我有这么多人侍候着，还需要你亲自迎接吗？何况我还有于妃和晴儿在身边呢。皇额娘这次去五台山持斋去了这么久，实在是辛苦了。我为皇帝祈福，为咱们大清祈福，完全不辛苦。晴儿给皇上请安，皇上吉祥。好，晴儿，幸亏有你陪伴老佛爷，让朕安心不少啊。朕应该好好谢谢你才是啊。皇上吉祥。于妃好像清瘦不少啊，这路上辛苦了。你为朕尽孝，朕放在心里了。不辛苦，一点也不辛苦。
能陪在老佛爷身边，是臣妾的光荣。额娘，您这一走就是8个月，把儿子都给忘了吧？几个月不见，嘴巴变甜了。快给老佛爷请安啊！先给额娘请安也是应该的。哎，永琪啊，你好像长高了，功课和武功也跟着长高了吗？老佛爷，我这年纪不会长高了，您这是话中有话。老佛爷，您一回来就关心我的武功和功课，您老人家是不是也太严格了？老佛爷。啊。他要做什么？怎么在马队里？等会儿我就献上我的惊喜，一定要让4大护卫心服口服。你这杯汤吃了等会儿吧，你吃到我死不让死！你还吃！啊！你还吃！这不大坏吗？你吃了我的激动来！你别跑！坏吗？大坏吗？你别跑！你别跑！你大坏吗？你别跑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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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不要跑！哎呀，大坏吗？你别跑！不要跑！哎呀，哎，怎么回事？保护皇上，保护太后！这大坏吗？还我的自己的人！站住！还我的自己的人！抓住这匹马！不要回去！保护老佛爷！在我脸上！老佛爷，别跑！我要把你挡着他！闪开！老佛爷，我不是刺客，我是给你做自己的了，怎么来死小燕子？放开我！高原，住手！那是《还珠格格》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张太医，快！这次真的很严重了，老佛爷摔了一大跤，还不知道有没有伤筋动骨。宫里所有的太医都到慈宁宫报道了。
只有你这个老糊涂，好像还不知道似的。哎呦，这样当官怎么当得过胡太医、钟太医他们？哎呦，我是干不过他们。皇上说了，说我屁股怪，说我不近人情，把我贬到这御药房来管理药草。哎，他们那些高手都去了，我就不去凑这个热闹了。那不行啊，所有的太医都抵不过一个你啊。我，我有那么神吗？神，来，你上次马背伞太高明了，走。各位太医，诊断的结果如何？这个常太医怎么到现在还不来？回皇上，这伤筋动骨的事儿一时之间还不十分明了，得观察几天。不过，太后这是受到了极大的惊吓，臣马上开定神的药，让太后可以好好休息。常太医到。臣参见皇上。常太医，赶快给老佛爷看看，老佛爷好像摔得很严重，进宫之后都没怎么说话。这。请万岁爷和各位娘娘们到外面等一等，围在这儿空气浑浊，对老佛爷不好。等臣诊治完之后，再到大厅向万岁爷禀报。好，大家都别待在这儿，都出去吧。皇上，我留在这儿就可以了。皇上，您别担心了，幸好有五阿哥和尔泰在下面垫着，老佛爷没有直接摔到石板上，应该不会伤筋动骨的。皇后啊，于妃那儿有没有太医去看过啊？永琪跟尔泰当时奋不顾身的用自己的身子垫住了老佛爷和于妃，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受伤啊？所有的太医都先到这儿来了，臣妾等着常太医诊治完了老佛爷，就让容嬷嬷带他去诊治于妃娘娘和五阿哥。容嬷嬷，你知道尔康和尔泰的情形吗？回娘娘，听说福二爷扭伤了胳膊，福大爷没有大碍，现在班画师正在朝房陪着他们。等太医有空之后，就会诊治他们。别等了，赶快啊，把胡太医调到永和宫去看看永琪母子。那玉妃行事低调，就算有伤也不会多说的。快去，快去！是。哎，胡太医，快呀！你先跟容嬷嬷去一趟永和宫，看看五阿哥和于妃。臣遵旨。快去！唉，怎么会弄成这样呢？这么个严肃盛大的场面，居然弄得人仰马翻。这个小燕子简直要气死朕！皇上，您就别生气了，这次纯属是个意外。臣妾想，小燕子也不是恶意吧？皇上也明白，这小燕子就是意外特别多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回皇上，老佛爷吉人天相，没有任何的伤筋动骨，只是受到了很大的惊吓，神情有些恍惚而已。臣有独家的配方凝神万灵丹，已经给老佛爷服用了1颗，
以后的服法，臣已经交代了秦哥哥。臣以为其他的药无需再服，药吃多了有害无益。现在秦哥哥正和老佛爷有说有笑，这样有利于分散老佛爷的注意力，这比吃药还管用。好，那这就放心了。哎，好了，你们现在去永和宫看看五阿哥跟于妃，再去朝房看看福家两兄弟。干！臣遵旨。你们也不用在这儿等了，老佛爷今天肯定要休息的，明天再来问安吧。是，臣妾告退。老佛爷，老佛爷，您这样一摔，可把皇上给吓坏了。宫里所有的太医都被传来了，连那个怪医长寿也来了。老佛爷，您真幸福呀，有皇上那么孝顺的儿子，又有五阿哥那么孝顺的孙子。我要是您呀，我笑都来不及呢。永琪和尔泰怎么样？啊，太医们都赶去诊治了，应该没有大碍。哼，每次老佛爷从五台山回来，大概都是同样的场面，您也看腻了。今天这样一场意料之外，才算是惊天动地。沾您的光，让晴儿大开眼界了。我这身老骨头啊，可经不起这种惊天动地。你怎么好像看得很高兴似的？您只要没事儿了，我就放心了。一放心，我就想到刚才的情形。您躺在五阿哥和尔泰的身上，那位还珠格格像一只大螃蟹，在老佛爷面前手舞足蹈，大叫什么“紫气东来”，我想想都觉得好笑。哼，好笑啊！哼，我活了一辈子了，这是最不可思议的场面了。老佛爷，让您一进宫就受到这么大的惊吓，都是儿子的错啊。哎，皇帝，那个还珠格格，不管当初是怎么回事，她和咱们这个皇宫是完全不合的。你可以用各种办法去弥补对她母亲的歉意，就是不能把她留在宫里。我今天是头一次见到她，就已经把我吓得魂飞魄散了。我所有的直觉都告诉我，你封她为格格是严重的错误。额娘，您慢点。额娘，所有的太医都去看老佛爷了，您怎么样？有没有摔到哪儿啊？手、脚、腰、背，有没有哪儿疼啊？还好，我都没事儿，你不用担心了。我要是有事儿会跟你说的。我就怕您有事也不会说。平常不舒服都是自己扛着，扛不下去了才会传太医。我真的没摔着，倒是你，有没有伤到哪儿啊？衣服拉起来，让额娘看看。啊？没有，额娘，我是练武的身子，又这么年轻，哪会这么容易就受伤呢？平常练武的时候跌跌撞撞，拳打脚踢的经验丰富极了。额娘，您就放心吧。真的没事儿啊？真的没事。额娘，你也真的没事吧？没事儿，我也没事儿。不过，刚刚给您吓到了吧？那倒是真的。哎，吓得魂不附体啊！那个追着马儿满广场跑，向我们扑过来的姑娘，就是还珠格格呀。是，她就是还珠格格。她平常个性是有点莽撞，但是也不至于这么离谱。都是因为皇阿玛怕她出状况，不让她出去迎接老佛爷。她大概想给老佛爷一个什么惊喜吧，才会弄成这样一团乱的。啊，
这还叫惊喜呀？我看这简直就是一场灾难呀！哎呀，刚一进宫门，就摔了那么一大跤。文武百官，三宫六院，那么多双眼睛都看着呢，多不好意思啊！从来都没有发生过这种事儿。老佛爷怎么样？有没有摔伤？真是担心啊。额娘没事，老佛爷大概也没事。要不然这个宫里早就天翻地覆了。额娘，我去看看太医，有没有空？找个太医来看看，我才会放心啊。哎呀，不用不用，让额娘好好看看儿子就行了。好，额娘，我站在这儿，让您看个够。站远点儿，转过来，转过来，再转回来。你真的改变很多，长大了，成熟了。最特别的是，你两眼放光，很有精神的样子。你有什么快乐的事儿吗？额娘，我最快乐的事，就是额娘终于回来了。真的不一样了，以前这种话你从来都不会说的。宫里的变化也不少啊。那个还珠格格可真是一绝呀。额娘，她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格格，非常与众不同的格格。等到额娘真的认识她了，您就知道了。你跟她走得很近吗？我们天天一起上学堂，花阿玛说要她像我们一样去念书。听说她是被你一箭射来的。额娘，这是一个老故事了，我都说了几百遍了，不想再说了。你大了，皇上怎么还没为你指婚呢？额娘，您怎么一回来就提这事儿啊？儿子现在还不想娶媳妇儿，请额娘不要再给儿子添这个麻烦了。额娘，难道你就不怕儿子娶了媳妇儿忘了娘啊？你会吗？靠不住。你呀，变了，变调皮了。于妃娘娘吉祥，于妃娘娘吉祥，五阿哥吉祥。奴婢刚刚在慈宁宫，皇上要奴婢带着胡太医来看看你们。我还好，倒是老佛爷怎么样啊？回娘娘，老佛爷身体还可以，只是受了些惊吓。娘娘，让臣给您把把脉。里面请。班画室在哪儿？有没有人去淑芳斋看看还珠格格现在怎么样了？回五阿哥，真是乱成一团呐！老佛爷这样摔了一跤，文武百官许多都受了惊吓，太医们都忙不过来，谁还顾得了还珠格格呀？不行，我们一定得去朝房看看。我们四大护卫一定要找时间好好跟小燕子聊聊。老佛爷迟早会召见的，他不知道还会出什么状况。五阿哥，要不要奴才去淑芳斋问问小桌子、小凳子？奴才想啊，还珠格格闯了这么一场大祸，现在肯定在懊恼着呢。你们去也没用。小燕子不学教训，到现在可能还不知道自己闯了多大的祸呢。只要老佛爷没有受伤，玉妃娘娘没有受伤，五阿哥和尔泰没有受伤，其他的人也没有受伤，你大概就算过关了吧？你现在着急懊悔也没有用啊！四大护卫一个都没有来，也不知道情况怎么样了。小燕子，你怎么会让那么多人都受伤呢？皇宫里现在乱成了一团，太医们从这宫跑到了那宫，好多娘娘、小阿哥和小格格
也都受到了惊吓。五阿哥到，福大爷到，福二爷到，班画师到。老佛爷怎样？于妃娘娘怎样？还有你们都没有受伤吧？总算不幸中之大幸，大家都还好，只有尔太扭伤胳膊了。经过李太用跌打损伤的方式治疗过，贴了药膏，没大碍。阿弥陀佛，那格格可以过关了，是不是？你不是说你会裹在被里，睡在屋里，连头发都不露出来吗？这次你不仅露了相，而且还露得一鸣惊人。那么大的场面被你破坏到这种程度，想不佩服你都难，简直是个天才。把老佛爷撞倒在地就不说了，连我额娘都吓得差点去了半条命。这下可好了，怎么扭转老佛爷和我额娘对你的态度呢？皇上都说了，你不用去，那你就老老实实的待在漱芳斋就好了啊！你为什么一定要去呢？你们几个不要再骂我了，行了吗？都是那匹破马才把我的紫气斗来和 surprise 给破坏掉了。如果不是那匹马，我的计划怎么会出错？我早知道就不会跟你提 surprise， 不过你这个 surprise 也太大了，变成 shock。什么下课？都是你的杀不死害了我，你还敢跟我说下课？好吗？都是我把大家吓死了，好了吧？我是个妖怪，好吧？OK， 算我错。我怎么知道你会实行 surprise 计划？你要实行也先跟我商量一下嘛。我帮着你就不会闹得这么天翻地覆了。你帮我？你们一个个谁想帮我了？你们都恨不得把我藏起来，你们都想我消失掉，好吗？我迟早会消失掉，免得你们担心。我没有骂你，你不要误会啊！我只是着急啊！我真的是想让老佛爷和我额娘接受你。小燕子，你不要哭啊！你一哭，你就不是小燕子了呀！你们好奇怪啊！小燕子一心一意想要得到老佛爷的好印象，这才拿着巧克力去制造 surprise， 没有想到弄巧成拙，他已经呕死了。你们没有一个人安慰他，个个都还骂他，这算是什么好哥们儿啊？你们这么不了解他，根本就不配做他的知己。别哭，别哭，说不定老佛爷待会就要召见你，哭花了脸，要我老佛爷召见怎么办呢？真的，小燕子，你快不要哭了，赶快振作起来。我想，等老佛爷休息够了，想到这场惊心动魄的见面会，肯定会马上召见你的。我听胡太医说，老佛爷没有摔伤，但是今天大概是不会召见小燕子的。小燕子，明天老佛爷铁定会召见你的。召见？我拒绝，我再也不要见他了。老佛爷召见你，你怎能拒绝呢？拒绝就拒绝，我今天已经眼睛对眼睛，鼻子对鼻子的见过他了，还召见什么？我不见。拜托，你千万不要再耍个性了。如果老佛爷召见你，一定让他看到一个不一样的小燕子，让他看到一个不能不喜欢的小燕子。对，我阿哥这几句话就是我想跟你说的话。小燕子，你征服了皇上，征服了令妃娘娘，征服了好多人，连我这个班老外也对你佩服不已。你怎么会征服不了老佛爷呢？我再也不要征服任何人了，征服别人太累了，每天为了别人而活，我干嘛？就像这一次，我精心策划了那么久，结果还是搞得乱七八糟的，我干嘛？每天辛辛苦苦的让别人喜欢自己，我干嘛？从今天开始，我要为自己而活，别人喜欢我也好，不喜欢我也好，我再也不要抱着香炉打喷嚏，弄一脸的灰了。从今天开始，我要彻底恢复我自己。那天，我化成一只翩翩的雁，飞到了你的身边，转个弯，绕个圈，飞来飞去好几遍。
一片